Hello，大家好，我是汤姆大神，这里是 Pick Up Van Life。今天的 project 是把这个车顶的空调，对，就是这个车顶的空调，之前刚装好的，给它拆下来，然后换成这一台，同样是 Dometic， 这个国内叫多美达这个牌子的天窗。把这个空调换下来，主要是因为加拿大的冬天马上就要来了，一个漫长的10个月的时间是不需要任何空调的，肯定的。然后这个是从9月开始，一直到明年的可能5月份、5、6月，应该都是不需要空调的。然后最热的时间呢，需要空调的时候，可能也就1-2个月，最多也就3个月吧。所以既然不需要空调，我们把一个这么大这么重的一个东西放在车顶，肯定我觉得是浪费空间浪费重量的。那换成其他的什么东西呢？要么就换成同样大小的一个14×14的，比如说是风扇，或者我们现在有这个天窗，我们就可以把它换成一个特别敞亮的天窗，然后这样躺在床上还可以看一看星星，我觉得是非常值得的。好，就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到底怎么进行更换。第一步，先把空调拆下来。能看到现在这个空调、风扇，然后太阳能板，这都已经装好了。位置呢都是经过我严格测量，然后一个特别合适的位置。你看这里太阳能板也给的空间也不多，然后风扇也是贴的特别紧，所以这个位置实际上是空调按照空调的正合适的方向来安装的。现在我要先把它拆下来，然后把天窗放上去试一下，看看是不是位置也是合适的。我觉得应该是合适的。我已经把空调的室内的部分给拆掉了，现在就剩室外的部分了。然后我现在就准备试一下，这个是天窗的内部的部分，然后这个是个 cover， 然后它带这种遮阳帘的，然后我把它放在这里，哎，看起来是行的。它需要开一个50×70厘米的一个洞，然后我大概用尺子量了一下，50到70厘米是完全没问题的，只不过要稍微把这个洞现在这个洞要扩大一下。那我现在就先把这个里边的位置先画好，一会儿到外边呢，我把空调拆下来，然后就可以开始钻洞，然后开始我们正常的那种切洞的操作了。
的这个位置已经基本上画好了，重新量了好几次，最后确定说要把风扇扩大到70×50厘米，然后这一边是没问题的，它的外壳稍微有一些会打到这个风扇，但是这边是没问题的。最大的问题是在这一边，里面的空间实际上不多了，打到这儿就已经打到车的横梁上了，所以如果要这么切的话，就需要切车的横梁。然后切横梁是什么意思呢？这是原来的洞，然后这整个开口也就是50，实际上没有比这个开口要大。但是如果要装这个风扇的话，它的边儿要伸进这里一些，伸进这个位置一些，所以这儿整个一条都要切开，然后能看到大概从这儿开始，一整条都要切开，但是不用全切掉，这个是比较好，不用全切掉，只用切开之后呢，让它能有空间把那个天窗放进来就可以了。现在马上就准备做这个，准备开始切。切是切开了，但是现在还有这个 rib， 你看这切进一半，从这里我要把它给它切断，所以我要看一下怎么切，是用 jigsaw 或者是用这个angle grinder 给它切上，但是这边基本上已经算是切好了。看怎么样？天窗已经装好了。诶，开玩笑的，现在只是试一下这个天窗能不能放进去。这个位置切的，我觉得是可以的。这个位置我觉得切的算是可以的，但是有一个问题。这里还是有一个凸起的这个 rib， 对吧？这里也有这个 rib， 这里也有 rib， 一共3个 rib， 这是车顶用来支撑结构的一个结构的力。然后为了能够让它完全平着降在这个车顶上，一个方式呢，用putty tape 给它填平。第二个方式就是用那个angle grinder 把它切开一点，然后呢用夹子把这个 rib 给夹平。挺多人是这么做的，这样的话它就能在这里形成一个完全平的一个结构，对吧？我是这样也是一个方法，但是让我试验一下，看看哪一种最好吧。就是我用废的切下来的这个材料，我试了一下几种不同的把这个 rib 压平的方法。其中一种呢是你在这个rib 这个根部，在这根儿这儿切下来，然后给它扭啊扭啊扭，用各种的钳子呀，用这个夹的呀，给它扭啊扭啊扭平，但是效果不是特别好。这种从它中间或者上部给它切开，先把它往下掰，就是掰到底，然后再给它掰回来，这样的话它就形成基本上一个平面了。
然后再把这里的漆给磨掉。你看这漆已经掉了嘛，直接把这漆都磨干净，对吧？打磨干净，磨平滑，同时，然后我觉得这个方法应该是可以的，也是 YouTube 上大多数其他人也是用这种方法。我准备试一下。看一下，把这个凸起来的部分能看到稍微压扁了一些，对吧？压到和天花板是基本上平行的状态，还有点翘，是因为那个本身天花板它不是平的，然后这个它稍微得有一些弧度，但是能看到，你看这3个都已经被压扁了。然后我把它打磨了一下，把漆磨掉，然后尖角都磨掉，现在这里就已经变成了完全能够平下来的。从这个角度再看一下，这里基本上都是平的，把这个 rib 给压下来。其实做的时候还是挺担心的。怕压坏了，那这个地方整个就废了，还不如用 putty tape 给它贴高呢，对不对？但是结果我看还 OK， 可以接受。只不过要把漆全都做好，然后保证没有爆漆的地方。比如说这边上已经不能留成这种边了，就要全给打磨好，然后把漆再上去。好，现在开始上漆吧。上漆已经上好了，现在就要等漆干掉，大概得2个小时左右，漆能完全干掉。所以趁这个时候呢，要做一个东西，就是如果你看过我安装窗户的视频，知道这个窗户它是用一个垫片把内外层的这个外窗框和内窗框给夹起来。天窗呢，原理实际上也是差不多的，虽然这个它上面只是用胶给固定住，但是呢里边也是可以用垫片把这个窗户给垫起来的，让那个窗户的边可以直接给把它挤上去，所以要做一个这样的一个窗框。我准备先上一圈 Build Tape。实际上这个天窗它的厂家说你就需要用这种叫 non-hardening 的 sealant。什么叫 non-hardening sealant？ 我查了一下，就是这种 butyl sealant， 就是橡皮泥，就是它应该是永远不会硬化的这类的，但是我不太确定。我个人还是喜欢再加一些这个粘合剂啊。
天窗终于装好啦。刚才把天窗装上去，先打了一圈 Builder Tape， 然后又加了一个 Secaflex 221的一个Sealant， 也是 Adhesive， 就是胶，它是一个结构胶，它能帮助把这个粘在天花板上。然后呢，这是我刚才做的这个木头的一个垫片儿，然后木头垫片儿加上它这个小的金属件儿，金属件儿你能看到它一部分是打到木头上，然后一部分是用这个螺丝打进这个天窗的螺丝孔，所以这边分别的按照它的要求分别上紧，你看这已经上好了一个力了，然后就等那个胶干掉它就可以了。但实际上我又想了一下，其实不用上胶，应该用一圈 Builder Tape 再加上这个的力应该就够了，以防万一还是加上了那个胶。现在如果这个东西坏掉了，就真的很难给它取下来了，取下来就得真的要花好长时间把那个胶给抠掉，那个胶特别难抠，抠的时候肯定也会掉漆。Anyway， 现在上好了，我觉得上边的重量我给再分散一下，然后再加上这底下有这些金属件儿，给它一个压力，我觉得应该会拉得非常紧了。现在我们就装一下这个它的室内的部分，装了这些之后就很简单了。好啦，天窗装完了，然后也都打开了。喂 ，Hello， 耶！来把天窗放起来，我们撕膜。对，这样它就卡住了嘛。哇哦！里边没有膜是吗？好像没有。哦哦。哇哦！你拉上一下那个纱窗和那个什么试试 shade， 我看一下。OK， 挺好。哦 ，shade 它是这面是那个铝箔颜色的。是吗？对，它能把阳光反射回去。对，哇，有天窗了，成功，非常棒。好了，天窗的安装就先到这里，然后之后有机会再给大家看一下这天窗的功能吧。希望有机会能够去看星星，然后用这个天窗就可以直接在床上仰望星空。好了，今天就到这儿了，吃饭去了，拜拜。